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采薇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一些数码还有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话呢，可以点一下订阅或者关注哦。今天的视频想分享一下已经入手数月的显示屏华硕 Top Gaming VG27IQ 的开箱，还有数月的使用感受，其中包括优点和缺点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开箱，边开箱边说。我入手的这个显示屏非常受欢迎，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几点。第一点，它拥有主流的尺寸，我入手的显示屏呢是27寸。第二点，它的分辨率是也就是 2K， 刷新率是165赫兹，面板材质是 IPS 显示屏。这个分辨率、刷新率的数据方面都是非常适合大部分非职业的电竞玩家的，而且 IPS 的屏幕视角广，色彩也好，比较适合有办公娱乐多功能需求的普通游戏玩家。第三点，它有个有意思的功能叫做 ELMBS 同步，就是 Extreme Low Motion Blur Synchronization， 这个有点别口啊，待会我会给大家详细提一下这个。第四点就是价格，我入手的价格是699澳元，折合人民币是3000多元。虽然对比了某宝上面国行的价格呢之后我有点心痛，但是别看这些，我是感觉这个显示屏的性价比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因为这个型号相对于接近高端指标的 ROG 系列显示屏要亲民了很多，特别是165赫兹的刷新率，还有各种各样普通玩家所需要的功能。以后如果要升级成 4K 显示屏的话呢，我会把这个显示屏淘汰成副屏。底座的安装很直观，和显示器背面的支架的尾部金属对准，然后拧紧底部的螺丝就可以了。底座是 TOP 系列经典的有棱有角的形状，另外还有7个防滑垫，可以使显示器站立的时候更加稳固。显示器背面和底座是某种类型的黑色的塑料，摸起来手感也不错。这个大大的华硕 logo 下面是2个凹槽，也就是散热孔所在的区域，总感觉会掉灰进去。中间一大块是可以拆掉的，这是拥有长宽10厘米的连接部件的第三方显示器的支架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可以上升下降的支架。显示器的横屏也可以切换成竖屏，屏幕可以左右旋转90度的角度。支架连接处有个类似于指示方向的刻度的雕纹，红色和黑色的高对比度使得色彩视觉更加强烈，科技感十足。背面的端口有2个 HDMI 2.0， 一个 DP， 可以一个接主机一个接电脑。不过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并不会使用这个屏幕玩主机游戏，因为太小了。连 HDMI 接口只能得到144的刷新率，要想得到最高165的刷新率的话呢，需要连接 DP 接口。高的刷新率可以让游戏画面不容易产生拖影和卡顿，电竞游戏体验感很好，尤其是 FPS 游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音频输出接口、电源接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显示器自带内置音箱，但是显示屏的内置音箱的质量并不大好。显示器正面屏幕右上角处粘贴了 VG27IQ 的特性，165赫兹的刷新率，最高 EMS 的响应时间，动态清晰技术、暗影增强、HDR 等等。屏幕的右下角是电源按钮和 On-Screen Display 的菜单按钮，可以用摇杆进行方位选择，所有菜单功能靠这个摇杆就能够全部搞定。这个显示器对很多 FPS 玩家来说就是个福音。一个游戏手柄图案的标识是 Game Plus 功能按键，可以选择十字瞄准键、定时器的功能，可以帮助玩家在游戏里辅助操作，提升游戏体验。举个例子，我选择了十字瞄准线，选中了之后呢，显示器会显示一个额外的准星在屏幕中央。有些游戏比如说 The Forest 还有 Sekiro，颜色偏暗，画面看起来很费劲。自从换了这个显示屏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摸着黑玩游戏的体验了。一个就是 Shadow Boost 的暗影增强，可以展现游戏的黑暗区域，而不会因为过度曝光更明亮的区域，可以更容易的发现隐藏在地图的黑暗区域的道具或者敌人。另外一个就是 HDR， 它在3级 Shadow Boost 的基础上，还能让你看到更远处的物体，可以让画面无论高光还是阴影部分的细节都很清晰。注意 HDR 开启之后呢， ELMB Sync 和 Shadow Boost 是灰色是不可以选的。在玩《刺客信条：英灵殿》游戏的时候，有些场景会特别的亮，导致眼部不适。前面反复提及的 ELMB 同步技术，使得玩家可以将背光与可变刷新率显示同步，可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，因为并不是刷新率越高，画面越清晰。这项动态影像清晰技术是华硕的独门绝技，这就意味着你在别的制造商的显示器上是看不到这项功能的。
好的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关于颜色色彩的表现，无论是怎么设置调节，眼睛都需要花一段时间进行适应的。预设的模式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，不过总体来说不错吧。点个赞，还有个关注吧。我是采薇，下个视频见。